嗨，大家好。今天出来骑行的时间啊，已经很晚了哈。虽然呢天还亮着，但实际上时间呢已经是接近了晚上7点。最近几天啊，实在是太热了。完全是酷暑的一种感觉啊！虽然说偶然呢也会下雨，刚刚说到啊，有时候还是会下一些阵雨，像今天就是早上还开着太阳，突然就下了一场阵雨啊！但是很快呢就停了，又是阳光灿烂的感觉啊！这一天基本都是高温天气了。所以以前在骑行的视频里头也跟大家分享过好多次啊，一直在给自己做这方面的心理建设啊。就是碰到这样的大太阳的这种持续的炎热的天气啊，是没有办法出来骑行啊。这个还必须得要注意一下，因为呢，这种天气是非常容易中暑的。那我们学医的当然就非常明白啊。人呢，一定是适可而止啊，绝不能与天斗，更不能与人斗。可能我们都是一介平民啊，所以呢，讲究的是一种祥和啊，讲究的是一种合理。那我们锻炼身体呢，也是一样啊。他有时候要克服一下自己的懒惰，每天呢都要养成一个习惯。但是对于那种极端的天气啊，比方说暴晒，比方说下大雨，比方说北方地区啊，到了冬天啊，这种严寒，这些呢都不适合户外的运动。如果面对那种天气的话呢，我觉得还是面对实际啊，就在家里跑步机上跑一跑就好了。今天呢是第一次啊，到了吃了晚饭，休息了一会儿，特地呢早了一点吃晚饭啊，因为刚吃完饭立马就出来运动呢，其实对肠胃也好啊，对身体来讲其实是不利的。所以呢，一般来讲，吃完饭以后呢，过半个小时再运动啊，再活动呢，可能会比较合理一些。所以呢，今天应该是第一次啊，到了晚上7点还差几分钟的时候呢，出来骑行。就像大家看到的一样啊，反而这种天气啊，我就觉得更合适啊。因为呢，太阳基本上已经下山了，还有一些余晖啊。虽然我们在这边也看不到日落。另外一个呢，气温也降低了，而且呢，还有一些风。这里围壁的地方啊，感觉好像有些什么建筑物已经在起来了啊，但是我们都不知道它里面到底是在建什么。
现在呢，毕竟是夏天啊，白天的日照时间比较长，天亮着的时候呢，也同样比较长。所以虽然到了7点啊，天都是亮着的。当然了，我相信再过半个小时、1个小时呢，天就要暗下来。等一会儿呢，就到了华灯初放啊。再过1个小时，我估计就是夜色茫茫了。从我内心来讲的话呢，我并不喜欢晚上啊黑灯瞎火的出来骑行，因为老实讲，这个路上看不清楚啊，而且我这个单车呢也没有装什么那个车灯，所以呢还是不太安全。但是现在这个时候呢，我觉得非常合适啊，所以今天白天啊，其实也有冲动，说天稍微阴一点的话，就出去骑骑吧。但是呢，还是给自己理智的克制住了。对于一个男人来讲啊，晒不晒黑真的无所谓，我觉得黑一点反而显得更健康，所以这方面呢是没有任何问题的。最大的问题呢，还是担心有时候会中暑，因为毕竟啊年事不低了啊，不能说年事已高吧，也不年轻了，所以这方面呢还是要以健康为导向啊。并不需要我们去突破某种极限啊。今天感觉很不错，趁着天色还没有那么快的暗下来，我也看见啊，这个时候恐怕也是大家如果早一点吃完饭啊，或者是很多人在吃饭以前呢，在湖边这边走一走啊。我看见有不少人在湖边散步，还有跑步啊，做操的人可能就更多一些。但是呢，这个时候已经听不见任何的在那里高声唱歌，还有就是随着这些曲子跳舞的这些妇女们的队伍了。因为我相信这个时候的女性同胞们啊，都是回家要忙晚餐。所以也是意外的发现啊，其实这个时段出来骑行，在这样一个暑期啊，恐怕是一个更好的选择。这样的话呢，也就让自己少了一些纠结啊，不用担心说因为天气太炎热就放弃啊，或者不得不终止这个骑行了。所以感觉不错。小朋友在篮球场打球。暑假呢，对孩子来讲是最开心的时候啊。虽然说现在恐怕也没有办法期待家长啊带着自己呢各地去旅游，因为毕竟来讲出行呢也不大方便啊。所以呢，又回归到像以前那样啊，就是自己在这么一个大的村里头，也比较安全的，而且呢又能找到很多的年纪相仿的小朋友，有些呢也是同学啊。
这个我们深有体会，因为家里2个孩子就这么过来的。放学以后啊，根本不用为他们去安排任何活动，到了时间能够回来已经不错了。而且经常有时候到了吃饭的时间，就打个电话回来说，跟小朋友啊玩嗨了，就在人家家里吃了，或者呢几个小朋友就约到石阶啊，像以前还没有缤纷会那么好的石阶，但是也有老的那个石阶，在那里吃饭。所以小朋友在祈福这样的一个大的屋村里面，我觉得是特别开心，也非常的能够找到自己的小朋友之间的友谊，因为这个屋村太大了，同学很多。甚至呢，在他们毕业很多年以后啊，他们还有一些要好的同学也保持着这样的联系啊。现在呢，就不只是在全国各地了，都是在全世界各地了。所以相互的交流呢，能够让他们相互学习，打开眼界，了解世界各地的一些事情啊，互相呢也有个参照，我觉得特别好。围绕着祈福湖呢，已经转了一圈了，现在打算再骑第2遍啊。因为我就在想啊，如果等一会儿天气啊渐渐的暗下来以后呢，说不定也会骑到老会所那边，也会出祈福新村去看看缤纷会啊晚上的这些商业街的情形。因为最近晚上基本上都很少出来，看看这些商业街区啊现在的热闹程度、市面啊、生意状况等等，也是一种跟社会现实的一种接触啊。我不知道啊，镜头里面呈现的黄昏的那个景色，然后呢，很快啊，随着时间慢慢的推移啊，就会有暮色苍茫的感觉。这种转换啊，自己平时也很少注意到，正好呢，让这个镜头呢记录一下。看看我们祈福新村的傍晚到晚上的一种转换啊，已经明显的感觉太阳的这个光亮啊减弱了很多啊，只有往天空看呢才会有蓝天，这些楼群啊下面现在骑行这个路上呢，天色在慢慢的变暗。这里的村巴啊，停了2部。这个时候呢，其实是很多上班朝9晚5的，住在祈福的很多的上班族啊，应该也是最辛苦的时候。正好也是呢，他们从城里啊赶回屋村，有些呢要倒好几趟车。
然后呢再坐这个村巴啊回到他们自己的家里。其中当然也很多呢是自己开车的啊，就像我以前很多年都没有坐过村巴，上班的肯定都是自己开车，所以呢家里啊不能有一台车啊，因为还考虑到这个太做大人了，接送孩子、买菜、办事、会朋友等等的，所以有时候还不得不家里买多一辆车。幸好呢，祈福新村啊，特别是在我们住的比较老一点的这些小区呢，停车位相对还比较充足。而且祈福有一个政策啊，如果你是这边的业主呢，家里第一台车停车的月租是免费的。这个呢，一直到现在应该还都有啊。我不知道那些新的小区或者后来买的房子，这些业主啊，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情况，我不了解啊，不敢肯定的这么说。今天已经出来骑了10几20分钟了吧。大家如果关注我前面的几个视频的话呢，一定会听到我的单车啊咯吱咯吱一直在响。我也曾经为这个呢一直在找原因啊，到底是怎么一回事。然后呢，我也在网上看了一下其他的一些骑行的一些达人们的说法啊，还有不少分享的一些视频。结果呢，感觉应该还是链条的问题，可能真的没有人认真的清洗过啊，因为也不是很懂到底清洗的方法是如何。结果呢，一葫芦画瓢，就土办法啊，在家里呢，昨天经过了一番彻底的清洁。我还是往这个湖景居的小路里面穿过去吧，再去老会所那边出祈福的大门。结果呢，清洁完以后啊，虽然我相信我做的并不是很彻底，然后呢，把链条啊每一节呢都上了一些润滑油。结果昨天骑出来的时候就发现，这种咯吱咯吱的声音消失了，感觉很不错。那我们去云南。那个也是让他注意看看的，这是100块钱中课。前面有车。不知不觉呢，已经来到了抚华25街。前面大路左拐呢，就可以去旧会所。所以昨天做的这个清洁啊，非常有效。
一直到现在呢都听不到这种咯吱咯吱的声音了。所以以后每过1-2个星期啊，就要做一些彻底的清洁。清洁以后呢，这个链条上面要上一些润滑剂啊。最近也在网上寻找一些合适的清洁的这些药水，还有呢就是比较好用的那些，像那种喷涂的这些润滑剂啊等等吧。主要原因呢，一个呢，这些事情啊，理应就自己来做啊。第二个呢，老实讲也是找不到合适的保养单车的地方。去过几家单车的维修店啊，基本上一看那架势，就感觉这个单车铺里头啊，都是看的不是那么井井有条，而且呢，主要就是以修理车为主。这个就有点像我们中国的医院啊，都是以治病为主的，就没病跑到医院里头去保养的人呢，寥寥无几啊。要不呢，就是所谓的高端的这种商店，就像那天就问了一下，清洗这些自行车保养一番啊，可能也是上点油啊什么之类的。那一开价就是399，就把你吓住啊，就觉得不可思议啊。所以呢，还是立足于自己来想办法解决。再说也是简单的一些啊，可能我还没有学会那种更好的清洁方法。但不管怎么说呢，感觉已经顺了不少，所以下次再改进吧。转眼之间啊，现在我看看几点，哦，才骑了20分钟啊！你看看，已经华灯初上了。商店的这些灯啊，都已经开了。现在来的比较少了啊，以前呢很喜欢来这个老会所啊，带着孩子来打球、游泳啊什么之类的啊。特别喜欢看到这个旧会所门前的喷泉，一看到这样的这种景致呢，就想到啊，这是一个乡村俱乐部的这种感觉，所以跟祈福新村啊这样的一种生活理念呢，应该是非常相符的。虽然现在啊，也不乏我们看到的这些高楼大厦啊，但是真正我们喜欢在祈福新村里头居住呢，就是看重的就是它那种还是保留着一些啊自由自在、比较宽松的居住的这些环境啊。好，已经出到了大街上了。
这些棕榈树的树干上啊，都有一些发亮的灯泡，有一种火树银花啊，不夜天这样的一种意境。虽然等了一阵子红灯，但是正好呢，可以看一看啊，起伏的街道的车流人流啊。这个时候呢是比较有生活气息的这么一个时段。看到我们起伏的标志物啊，这个和平阁下面啊也开了一些射灯，还有呢，眼前啊看到这几棵起伏树啊，我不知道它的正式的名称叫啥，我就把它称之为起伏树了。缤纷汇门前的大广场啊，正好是夏令这样的时候啊，好像有一个溜冰夏令营，小孩子呢穿着同样的衣服啊，学习溜旱冰。那小孩在有这样的教练的指导下啊，多去学一些这种诸如滑冰啊、骑单车啊，当然了，还包括一些游泳啊，其他的各种运动啊，我觉得特别好。有两只狗狗长得一样哈。这不是挺热闹的？今天并不是周末，大家可以看这大楼啊，都开了一些灯。正对面的排山倒海的这些住户的房子啊，也是家家户户都开了灯了。相信主人都回来，正在弄饭，要不就是吃饭的时间。生活气息啊非常浓的一个地方。上次我看到一个视频啊，说新疆某一个地方相当于半个浙江省那么大的一个地方，叫一个什么县啊，人口居然只有1.9万。所以呢，这个很多的偏远的地方啊，人还是很少啊。我是特地骑到这个广场上来，看看这些孩子们啊，我们已经不能像他们一样去滑这种冰了，但是看一看也很开心。
现在前面看到的就是我称之为祈福树的这样的一个灯柱啊，美化这个环境，应该也有一些祈福的含义吧。这边呢，就是我们祈福第二家的超市，叫哈劳超市啊，里头还是相当不错的啊。这边呢有一个走廊啊，这个灯火还是有节日的气氛呢。哟，这个地方是干嘛？做核酸吗？现在这个交通中心啊，变成了停车场了。
为了观赏一下啊祈福缤纷汇商业街的夜景，我特地呢在这个商业街的边上骑行一圈。还不到8点啊，正好是饭前饭后一个比较合适在楼下逛街的时候，正好也是餐馆营业的一个时间段，所以可以看到这餐馆里头都是满满的人。瞧瞧，顺德菜馆、港式酒家，各种各样的商店很多。他比较有路啊，他们。你要不要加一个？好了。打电话。他想吃这个。就搞小鸡。可以看到这边还非常热闹，人流很多。现在呢，我们过马路从缤纷汇1期呢，再去到2期看一看虽然我知道2期是并没有正式的开张，
但也不妨进到里面去呢，兜它一圈，看看目前的情况到底如何，也给关注祈福啊，或者曾经在祈福住过的朋友呢，也拍一拍。下面呢就是人工的河道啊，上次专门为大家去拍过。这边当然就不一样了啊，因为店都没有开门，所以黑麻麻的一片。等到这边的商店啊都开张以后啊，一定会非常的热闹。所以上乐园还是有不少的孩子在这里玩呢。大家可以看一看啊，水上乐园还开着。小朋友啊，不少在这边玩呢。夏天的晚上啊，就是在外面纳凉。哎，这边风还不小啊。油，感觉这个油上的还是不够啊，或者我这个油有问题啊。又有一些咯吱咯吱的响声了。从黄昏啊，天还是亮，太阳还是在天上，到现在呢，已经转入夜晚模式啊，路上的灯呢都开了，有一种夜生活的感觉。我呢已经骑行了接近1个小时了啊，所以现在呢也打道回府。大家觉得这个时段出来骑行感觉怎么样？我自己感觉很好啊，
唯一的呢就是车多一些，视野呢没有白天那么好啊，这个是一个缺点。好了，现在已经回到村里了，这边呢天色已暗，前面就看不清怎么了。我们在这边呢就跟大家说一声拜拜，谢谢大家的观赏，我们下一期再见。